Hello， 大家好，我是薛皮，好久不见。太忙了，所以一直都没有更新影片。从去年的12月呢，到今年的年初，我们分别去了一趟韩国，一趟日本。那时候本来就是韩国也想要拍一集开箱给大家看，但是那时候买的东西没有很多，再加上工作忙，所以不小心就错过了。然后后来又去了日本，但这次日本真的买了超级多喜欢的东西，所以就想说来拍一集开箱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我在日本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我预计会把买的东西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用不同的影片来跟大家做介绍。那这支主要会是以服装配件、鞋子、包包等，就是穿搭类型的影片。接下来呢，预计也会拍就是彩妆，然后生活小物，然后我们还去逛了就是古董市集，还有一些古董市集收获的小宝藏。有兴趣的话呢，欢迎订阅我，继续追踪我们接下来的影片。我就正式开始啦！这次在日本，身为长裙控的我买了3件长裙。第一件买的呢是一件黑色的，有3层荷叶边的长裙，然后它的荷叶边呢都是斜的，所以它就会穿起来蓬蓬的，有层次的感觉，会是一个比较华丽一点的印象。这件呢是我们在住处的车站附近的一间小选物店里面看到的，然后它就摆在那个小选物店的中岛上面。它摆在那里，我就觉得天哪，超级好看的，就是非常有型。虽然不是我习惯的穿着，但是试穿以后觉得，这个造型是我可以尝试看看的，所以就把它买下来了。然后第二件呢，是我在 Style Mixer 买的。Style Mixer 是我们一直很喜欢的日本的品牌，然后它在东京其实没有很多间店，好像只有2间专门店。然后这次呢，就忍不住去看了一下还有什么秋冬的新品。这件呢，就是他们秋冬的一个套装的系列，它是一个有一点这种咖啡色的细牛津布的百褶长裙，它的垂坠感跟风都非常的好，穿上去实在是非常的漂亮。然后它也是比较像是我平常会穿的风格，有一点复古感的一个长裙。那它其实是一件套装，就它上面还有就是衬衫跟背心的一个组合。如果我找到商品链接的话，我会把它放在资讯栏，那大家可以再去看看。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上衣跟背心比较没有那么适合我，但是这件裙子我真的超级喜欢。第3件长裙呢，是我现在已经穿在身上的，然后它是一件蓝色的格子长裙，是一件比较村庄感的长裙，然后是我们在一个特价的日系品牌的特卖会里面看到的，比较标准的细格子，然后它的布是棉质的，有一点皱皱的那种，会有刷刷感的布，穿起来非常的凉爽跟清爽。干嘛？这里有一只猫在狂奔。再来呢，下一个阶段呢，我要跟大家介绍我的上衣。这件上衣就是跟这件裙子是一起购买的，它是一件太空棉的有点蓝黑色的上衣，它的材质非常的舒服，然后是做前短后长的设计，所以它穿起来呢就是非常的有精神，而且版型也非常的好。我那时候试穿就是2件这样去试穿，然后觉得天啊太好看了，所以就一整套一起买下来了。接下来呢就是外套，我也买了2件。第一件呢是这个有点原棉胚布的这种感觉的白色牛津布的中性一点的外套，我很喜欢它的车线的设计。这个品牌叫做 Payday， 它有蓝色的牛仔色跟这件白色，但我觉得白色穿起来就是有一点可爱，但又有一点率性的感觉，所以就非常喜欢。这件我在日本的时候呢就已经穿了，有几天是没有那么冷的，这件当做外套就非常的足够。自己很喜欢这种有点复古感的中性风格，它的车线的细节我觉得都很漂亮。它是一个黑色的车线，然后它的袖子的这边是做这样子弧线的车线，我觉得很特别。一小杠是红色的车线，然后扣子也非常的精致，有他们的品牌的 Payday 的图案。然后这边部分是做成圆弧的，所以这件外套我觉得是有非常多的细节。这样一整套就非常的清爽好看。然后是我在日本买的衣服类最高单价的外套，这是一件 Barbour 的风衣，我们是在那个新宿的 Beams 里面看到的。
因为这个 Barbour 的工装系列其实这几年非常的红，我们在不同的店里面都有看到 Barbour 的选品，然后其实我看到很多件它都是比较是 Barbour 经典系列的很多个大的口袋的，好像比较直筒的设计，但是那个设计对我来说就比较笨重一点，所以呢，虽然说一直很想要入手一件 Barbour， 但我就一直没有看到喜欢的设计。然后后来我在 Beams 看到这件，觉得它的细节实在是太漂亮了，它是比较细致的这种风衣布料，然后扣子是金色的，它是有扣子跟拉链两层的设计，上衣是有点伞状的感觉，拉链有非常细致的 Barbour 的图案，然后是 YKK 的拉链。我觉得这件穿起来呢，对我来说不会太中性，就是带着一点可爱，但是又可以帅气，搭长裙也不会太奇怪。防风跟保暖度，我觉得在台湾是非常的适合的，穿上去就超级心动，就脱不下来。这样一整套搭起来就是既复古又率性。这个 Barbour 的这个领子真的是超级漂亮，它这边还可以像这样子扣起来，变成一个立领的风衣感，像这种风格。衣服的部分呢就到这边啊，还有一件我在 Style Mixer 还要买一件，就是这里，这是一件芥黄色针织上衣，它就是比较淡透肤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也是接下来春天蛮适合的温暖程度这样子，然后它的颜色很可爱，我觉得它当成内搭或者是单穿其实都蛮好看的。这件上衣呢，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简约贴身的版型，比较长一点，可是它在这边就是腰部的部分呢，就是会自然的有这种堆积感，所以它其实也不会太长，比较自然随性的感觉。本来还想要包色，它有一件黑色，我觉得黑色也蛮实搭的，但是就冷静了一下，只买了这件黄色下来。然后衣服类就到这边，这次包包呢入手了2个，一个是呢我们去了街川明的 Mina Perhon 的店，这次呢我去了3间街川明的店，都买了东西。第一间店呢，先买了这个包包，然后还买了一双袜子。看它的包装袋超可爱的，它还给了一个像这样的棉的帆布袋，然后上面有一个街川明的品牌 logo， 还有一串植物的蕾丝刺绣装饰。对，这就是它的包装袋，它不是纸袋，就是它这个包包就可以当成一个简单的购物袋这样子。再来就是一个棉质的袋子。我买的包包呢是街川明它最经典的这个蛋包的系列，其实我从以前就是认识这个品牌的时候就一直很想要入手一个蛋包，因为我觉得这个造型实在是太可爱了。之前在高美馆有街川明的展览的时候也很想要买一个蛋包，但那时候台湾的定价比较高一点点，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看到喜欢的花样。这次在街川明的商店呢，我就是被2个不同的花色烧到，这个我觉得看久了更耐看一点，它是一个用织布的感觉的小花，就是线材是直接织在里面的，有点像刺绣，但是又是有点织进去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是水蓝绿色配上咖啡色，有一点冲突色，但又很低调优雅的风格。这个呢，就是我终于入手的街川明的第一个包包，我觉得它提起来很优雅，我很喜欢。因为它每一块布花都是不同的裁片下来的，所以会多少有一点分布的不一样，在2个之间就是挑布花挑了好久好久了，后来还是决定第一眼最喜欢的这个款式，终于收藏到了，好喜欢，开心。再来呢，这是我在同一间街川明商店买的袜子，它就是上面有非常漂亮的织纹跟刺绣，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织品，所以看到像这样子很细致的织纹，我就是有一点忍不住想说当做收藏。这边它的脚底有街川明的 Mina Perhon 的刺绣，对焦对得到吗？这样 Mina Perhon 的刺绣，然后就连它的这个袜子的小扣子也有它的小蝴蝶的花样，真的是超级精致的，就是好喜欢。街川明老师的插画转化到织品上面，那个细致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收藏的一个品牌。那既然讲到袜子呢，我就来顺便讲我在薛下屋买的一大堆的袜子。
光是袜子呢就买了快要3000块台币，就是有一点疯狂，因为很多花色都太可爱了，忍不住要包色。买的比较特别的一个是这个，今年真的很流行袜套，我真的是觉得好像国中的回忆又涌回来了，就是非常流行泡泡袜跟袜套。我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再穿泡泡袜了，觉得太可爱了。这个袜套啊，它搭在黑色靴子上面会变成毛毛靴子，但今年也很流行这种毛毛的元素，所以我就买了一双来试看看，当成新的穿搭的模式。再来一双是一个包色就是我很喜欢的这种麻花的图案，我就包了红蓝米色3色，这都是很经典好穿的颜色。再来是一双这种撞色的坑条的袜子，其实有很多不同的颜色，但它其他的撞色都更跳，这边是桃红色什么的，所以我就只有买了这一双。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芥黄绿色，也蛮好搭配的。然后呢，这双是直条纹的，我也买了2色，而且我买了以后，我妹才跟我说她之前在月下屋也买了这双淡紫色的，然后我就是买了一双黑米色系跟紫米的这样子的条纹，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搭玛丽珍鞋会超级可爱的，所以我就买了。再来是4双马卡龙色系的这种比较粉嫩色系的袜子，它是比较薄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好搭的一个款式，就是素色的袜子。我应该也会问一下我妹有没有喜欢的，虽然说看起来买了很多，但有一些是伴手礼啦。我发现薛夏屋他们每一间店的进的品项会有一点不一样。我们2年前的时候就去银座的薛夏屋，它的商品线就会是比较精致的，然后是比较高单价丝质的产品会比较多。然后我们这次去相思看到的就会更多，就是比较时髦比较可爱然后比较大众的品项，所以我就买了比较多的袜子。那这次呢也买了一点点饰品，就是刚刚忘记跟大家介绍，这条丝巾是我跟白色的那件外套一起买的，它的话是一个比较简约的线条，然后我觉得这个长度就是非常的好搭，蓝色也非常的亮眼，它就是很简单的尼龙丝巾，价格也没有太贵，我觉得作为穿搭的细节亮点还蛮适合的。像我今天穿这样比较素的上衣搭一条丝巾，我觉得就蛮好看的。我自己通常会是这样子简单的打一个平结，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这次还买了一些小饰品，总共买了2条项链，一条是像这样子很长的，就是有点毛衣链的感觉，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镀金的圆球。像这种毛衣链啊，就是在我们穿高领的衣服的时候，短项链就是会卡在这个衣领的部分嘛，毛衣链它就是会比较长，它可以就是掉下来到胸口的地方，所以它在穿比较素的毛衣的时候就很适合做搭配，所以就叫它毛衣链这样子。因为我的冬天很多高领的毛衣，一直很想要找一条像这样的毛衣链，所以这次就是在服饰店里面看到一条简单的，单价不太高，就想说把它买下来。然后再来一条项链呢，是在古着店买的，单价也蛮低的，然后日币才3000块吧。它的质感我觉得很普通，但是我觉得它的造型很特别，它就是这种弯曲的珠珠跟大小颗的金色珠珠一起串成的，它跟这条好像有一点同系列的感觉，戴起来造型感也是蛮可爱的，所以就一起买下来。然后还有一个乱买的东西，就是这个墨镜，它是一个粉红色边框的墨镜。我之前找墨镜呢，就是很难找到像这种镜框比较小的，都看起来很大。那当然戴大一点的墨镜就是会让脸看起来更小，但是我觉得这个小镜框它在我脸上的比例也是蛮平衡的，粉红色的框跟这个有一点棕色的镜片，我觉得蛮好看，就有点复古时髦感，而且它的鼻垫也很舒服，就是跟我眼睛的距离是很刚好的，所以就觉得买下来当成一个造型品这样子。小物介绍到这边，接下来要介绍最后2样东西，就是这次超喜欢的东西。第一个呢是这双艾迪达的鞋子，我其实之前在韩国的时候就看到一双艾迪达的 Spazio 系列，心心念念一直想说我好想要找到那双鞋子，抱着想要找到那一双在韩国看到的鞋子的心情去艾迪达的店面。
但没有看到我想要买的那双，但是看到了这双颜色真的超级漂亮，水蓝色的。它这双的型号呢叫做 Tokyo 东京。我看了台湾的官网只有黑色跟白色2个颜色，但是在东京的官网上就有很多颜色选择，还有黄色等等的。然后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就是超级清爽，它的鞋型比较窄，比较秀气一点点。我其实平常很少穿运动鞋的，但这双我觉得它跟我其他的衣服算是很好搭的一个款式。我来穿上我的鞋子。这样一整套就是以水蓝色为基调的一个穿搭，很清爽的感觉，春天也会非常的适合。这双我真的是超喜欢，我买了第2天马上就在日本就是开穿，我觉得它真的很好搭衣服，就是很漂亮的鞋子，就是终于收到一双喜欢的艾迪达，太好了。然后最后一个重头戏就是这次买了一个，哒啦！买了一个 Le Mer 的牛角包。我这次其实有排了一些行程，就是专门去看 Le Mer 的商店。他们有一间就最近刚开的店面在惠比寿，他把古明家改造成一个店面，所以里面维持了非常多生活的样貌，然后当然也看到一些商品，但是那时候没有决定要下手。后来看到这一个包包呢，是在银座的一间选物店看到的。这个牛角包我已经有一个小的了，那个牛角包超级好背，我去韩国的时候就是一直都背它。但是小的虽然比较符合我的身形，可是它的容量就是有一点点小，所以我就是想说有一点想要再入手一个中号的，这个念头就在我的心里面，就是觉得有遇到就买，那没遇到也没有关系。这次在银座呢，我们就有遇到中号的，因为我小的是黑色，可是它现场中号也是黑色跟深巧克力色，我就觉得跟我的黑色太像了。虽然我在试背的时候，店员就跟我说还有其他颜色哦，如果你有想看的话我可以拿给你看。我就问他说有什么颜色，他就跑进去然后拿了一大堆颜色给我看，里面有一颗是那个红色帆布涂层的，红色帆布涂层是我本来如果有买中号会蛮想要的一个颜色，背在身上以后太醒目了，所以就觉得好像有点不适合，就要放弃。但后来就看到这个绿色，就觉得军绿色背起来试试看好了，结果背上去我拿不下来，这个绿色实在是太好看了。其实一开始也没有这么冲动想说要买，我就跟店员说我没关系，我想一下好了。他就说好没关系，他就把这些包包全部收走以后，我就马上跟他说等一下，我可不可以再背一次这个绿色，我想要拍照，就是想一下。他就说没问题啊，然后他就人很好的把绿色包包拿给我背，结果背上只是要拍照而已，我就拿不下来了。我觉得好好看哦，这个绿就是好好搭哦。后来店员呢，他就讲出了一句真的是杀手锏的话，他就说其实这个颜色是限定色哦。他说这个颜色呢是他们这个通路专属的颜色，这个绿色呢只有做40个，它上面甚至有它的编号。他那时候给我看，它在这个 logo 里面是有编号的，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我这个是38支40，它的牛皮染色会稍微有一点点很细微的深浅差异，所以他就拿了2个库存给我挑选了这个38号的，是很细微的差异啦，但是我就是想要买自己顺眼的。这个是羊皮的，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牛角包，这是牛皮的。我在上面加了一个朋友的皮革品牌吊饰，它叫鱼方。然后牛皮的这一颗呢，它的纹路是会有这种牛皮的荔枝纹嘛，就是这种一颗一颗的纹路，牛皮的纹路。然后呢，我这一颗中号的它就是羊皮的，羊皮就是超级没有纹路的这种光滑的皮面，所以我等于就是2颗不管是皮革啊还是颜色就是不一样的款式，就非常的喜欢。这也是我这次就是在最后下手的最后一天下手的，真的是超级喜欢的包包。
春天的时候应该会蛮常背它的。那衣服类的部分呢，今天呢就是差不多到这边。接下来呢还有彩妆的分享跟生活小物的分享。如果喜欢我的话，欢迎订阅我，然后追踪我的 IG。我们就下支影片见，拜拜。